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仔。这期视频给大家测评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，Chef's Plate。之前我们做过2期关于生鲜测评的视频。对于这种经营模式，我想很多人都应该了解了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你每周在网上选择你下一周想要的食谱。他们每周会在固定时间，根据你选的食谱，把正好那么多分量的食材直接送到你们家门口，在这样一个包裹里。所以你做菜的时候呢，只要从里面拿出1包，然后根据它的菜谱一步一步很傻瓜式的往下做就好了。所以抛开它的优点和缺点先不说，这半年多以来，我发现我自己其实订购的蛮多的，尤其是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比如我在维多利亚一个人生活，以及 Steely 去旅行，把车带走了的时候。至于为什么呢？我们最后再说。我们现在先来开箱吧。对了，本期视频由 Chef's Plate 赞助制作。这次我订购了 Chef's Plate 的3个食谱，让每个食谱可以做2份，我和 Steely 一人1份。好，首先打开箱子以后是3份食谱，然后这后面是很详细的制作过程，然后就是3包食材了，还有一个蒜。然后 Chef's Plate 呢是把需要冷藏或者冷冻的食品和普通常温的食品分开，所以这一包里面全部都是需要冷藏的东西。这是鱼，我们是7号收到了包裹，鱼的保质期是14号，所以食材还是比较新鲜的。收到包裹以后，你还可以再放个7天左右。Chef's Plate 用的降温装置是用这种普通水制作的冰2块，然后这里面还有其他的肉，还有一些 cheese 之类的东西，我们就先不看了。今天中午 Steely 点了个菜，鱼片，所以呢我就给他做一份鱼片。一把葱，挺新鲜的，还是绿的。小番茄2包，等会儿可能会用到的调料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米、美乃滋、青柠、灯笼椒，然后这是拿出来的鱼，切洋葱，在锅里面热黄油，黄油融化以后丢洋葱，放一半的粉进去，我们来做它。它每一步都有标准的量，比如它这个是1/2 tablespoon， 但是呢我就凭感觉吧。在里面炒个1-2分钟，黄油融化以后放一半的这个酱，再加米，其实挺好玩的，不知道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，反正按着食谱做，然后做出来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。下一步，倒入1又1/4杯水，加入少量的盐，沸腾以后转低火，然后盖着盖子让它小火转个12到15分钟。在煮饭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就把青椒和小番茄切好，青柠要给它剥点皮，再把它的柠檬汁压榨出来。最喜欢玩的就是挤压柠檬了。你要把它倒哪？就先这样子放在里面存着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吸干水分。这是2条鱼，所以是1人1只，好多水啊！我们来淋一下，两边都淋一下。这是他送的另外一个迷之调味料，他说加1个 teaspoon， 我也不知道1个 teaspoon 是多少，我也懒得量了。黄油，这个是用来煎鱼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大概默认每个人家都有黄油吧，所以他黄油不提供，什么油啊、盐啊这些他都不提供。俊仔是很喜欢做菜的，感觉锅不够热。在鱼还在煎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加进去了。哇，这么多葱，放少一点吧。下一步，柠檬皮，1半的柠檬汁，1整包美乃滋，一点点水。饭好了，有点粘锅，因为这是个铝锅。我们的沙拉，我觉得我这样子淋 topping 很专业的感觉。酱放多了，有点咸，挺好吃的。我喜欢菜很多，
然后这个菜比较多，鱼挺嫩的，其实。这鱼的肉挺好吃的。肉质还不错。我们大概12点半开始做的，所以其实制作时间是少于30分钟的，还不错。我好饿啊，辛苦了。我回来了，花了3天，总算把这次 Chef's Play 给我们寄的东西全部把它做完了。再结合这半年、1年以来我尝试过加拿大各种其他品牌的生鲜递送，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吧。首先从我比较喜欢的地方说起。第一点，首先当然是方便。如果你没有车，又不方便去超市的话，送到家门口的新鲜食材还真的能够为你省不少的事儿呢。就比如当 Steely 一个人去旅行，然后把车都开走的时候，我就1星期点3餐，每餐2顿，1个星期将近1半的饭就有了，我连门都不用出。Yes。第二点，它的食材还是挺新鲜的。这次到手以后，它的肉类全部都是真空包装，而且大概都还有1个星期的保质期，所以当时吃不完也不用担心变坏。至于蔬菜之类的食材，到手也比较新鲜，比较饱满。金主爸爸说 ，Chef's Plate 是和加拿大各地的本地农场直接建立了供应链的关系，农场的食材直接就运到他们那边，所以这样既节省了成本，又节省了时间，也能够保证食材的新鲜。虽然刚刚都是金主爸爸的话，不过呢，有一说一，用了这么久以来，还真没有发现食材不新鲜的情况，这点我还是能够承认的。第三点，不用怎么太动脑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分手厨房这个游戏？感觉做 Chef's Play 就跟玩游戏一样，每一份菜谱的食材种类和数量，它都给你已经选好了，然后菜单又是一步一步很详细带图文的告诉你怎么做。很多时候我自己做的时候也不知道照包粉加到里面，或者是这2个食材搭配一起是什么样的作用，但是每次只要按照它的食谱做都没有翻过车，味道也是经过 Steely approve 的。第4点，可能他们选择的菜单都是一些不太难做的菜吧，做这些菜所花的时间真的也不是很多。反正我们这3次做下来，每次都能控制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内。而且最近在网上发现他们推出了一种新的模式，15分钟菜单，所有菜都能够在15分钟之内做完，那真的好省时间啊。不过我们并没有尝试过，所以如果大家有体验过这个的话，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第5点，他们的食材选择还真的挺丰富的。他们每周都有23种新的菜谱给大家选择，有 taco 啊，有意大利面啊，有饭啊，还有汉堡啊之类的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享受做饭，而且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下一餐该吃什么的时候，偶尔从他们网站上探索一下新的食谱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它便宜。重点来了，如果大家在8月5号之前下单，然后使用这个验证码，无论你选择多大的盒子，它的首周都有33折优惠，也就是67%的 off。不但如此，之后的2周也会有相应的打折，算下来每餐平均最便宜只要3块钱。3块钱啊，朋友们，小黄车走起！真的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，花平时1餐外卖的钱，可以体验1周，感觉这种羊毛不撸白不撸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带货还是蛮专业的，所以记得这个优惠码哦。OK，Chef's Play 的介绍就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试一试？3块钱1餐，记得使用优惠码。如果你有什么使用体验或者想吐槽的地方，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！这期视频还要感谢 Steely，他在帮你们吃，孜孜不倦的拍摄。我是吃播。